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月10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特斯拉终于反弹，左侧买点初步成功，继续跟踪下一个交易机会。英伟达虽然走弱，但回调买点也将要出现，下周特别要关注。APP 买入上涨5%，这是有望新高吗？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那么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78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在第一部分，阿哲还是照常讲一下有关于指数的一个分析。我们会通过之前的观点回顾，以及呢市场近期所出现的揉搓线组合，以及日内的短线，我们如何去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而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将会在指数环境解析之后，了解了目前的大环境之后，来去讲到目前的个股解析。在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APP、Circle、SMCI、OKLO、PLTR、Coin、美光、Meta以及 RKLB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就是您会发现阿哲的视频当中目录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股票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把每一只个股都分好了时间轴、时间段，那么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那一只个股解析。那么对此，阿哲只有一个建议，就是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因为指数的分析和指数的支持点回顾是我们本期视频最关键的部分。只有看懂目前市场的大环境，我们才知道它能不能做多，如果做多是中期还是短期还是中长期，而对应的个股我才能够采取对应的策略。所以先理解当前的市场环境，我们再去制定个股的交易是买入还是卖出的一个策略。好，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到观点的回顾。我们之前讲过，市场在走一个三角形的收敛状态，你把上方的2个点高点连接，那么就会得到一个下降趋势线，把下方2个低点连接，会形成一个上升趋势线。而市场当下就是在这种收敛当中寻求突破，而它在近期是不是方向即将出现了改变，出现变化？它不再收敛，或者说已经不能收敛，它只能选择突破或者说跌破。那么当下已经是在上升趋势线中寻求了突破，之前这里呢没有突破成功，那么现在再次的寻找一个机会，是第2次了。突破第1次回调有一个长下影线去触及前方的下方的一个支撑，然后快速反抽，那么向上收出一根反包阳线。所以按照目前来看，市场呢更偏向于向上，至少短期偏向向上。而这一个收敛状态向上破，我们说多头占优，市场看涨。而要关注一点，就是1月13号这个点位呢是三角形收敛当中所形成的一个夹角线，2条趋势线所形成的夹角一般容易出现变盘点。所以阿哲今天的封面叫做美股变盘将至。上一次我们用这一个标题的时候，是当时在市场的这一根阳线上，而后2天后市场出现了高点回落，那么当前又是一个变盘点。如果短线出现直接上涨，那么要注意了，1月13号的点位它容易形成的是短期的高点，而反之，如果是突破失败走下跌，那么1月13号它则反而容易出现变盘的一个低点。变盘点大多是高低点，小概率呢是加速的变盘点。所以这是对于之前我们的一些行情的回顾，当前的方向从价格突破来说是偏向于多头。而我们下周要关注的是周21月13号的交易日，到时候看一下市场会不会滞涨，或者说出现一些反应。好，那么我们再看到第2部分是有关于揉搓线。揉搓线呢，就是阿哲图中所标记的这2个方框当中的 K 线，也是呢我们昨天的会员视频当中所讲到的一部分内容。昨天阿哲发布了一个会员视频，这个视频呢是阿哲在财神内部课程当中所讲解的行情解析部分，阿哲截取了其中的18分钟的精华，那么让大家去进行学习。而昨天的内容我们就讲到了揉搓线。那么揉搓线是什么 K 线呢？它其实由2根 K 线构成，第1根 K 线和第2根 K 线的特征就是会有长长的上下影线，然后实体呢会偏短，最好是没有什么相反的上影线或者下影线就单纯的有长上影长下影是更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标准的揉搓线。揉搓线呢2天叠在一起成为1根 K 线的话，它也会构成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螺旋桨。也就是说，它们表示一种多空之间的均衡，它是一种方向不定的状态。一般出现时跟晕线等同，类似于是一个停顿状态。
当停顿时，因为它是一个上影和下影的交错出现，所以会给到一些提示。价格走势如果先出现的是下影线，说明盘中呢先有下打，也就是说它先有往下跌，再往上涨，而后上影线就是先有往上涨，再有往下跌，而后收盘。那么这个动作就有可能会形成市场在头一天先打压股价，而后吸筹，所以它这里有可能是一个诱空的行为，而在第二天进行冲高获利兑现，而后股价回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散户买进，将会容易被套牢，那么这一天将是一个诱多的行为。如果是先诱空再诱多的这种揉缩线，市场往往方向后续容易下行，就跟阿哲在视频当中所标记的先有下影线，再有上影线，先做一个诱空，再做一个诱多，特别是在上涨图中，这种先诱空再诱多的行为，一般真实的意图呢是在后续的这个动作，比如说诱多上，所以要小心。那么在我们近期所产生的揉缩线呢，有点不一样，它是先有上影线，而后再有下影线，也就是说它是先诱多冲高回落，而后再诱空，那么就有一个顺序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它的第一个动作往往是假动作，第二个动作反而是真动作，它只是想骗空头，而后市场反而会往上走。所以我们会看到阿哲当时说大概率呢往上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市场在周五出现了我们如期左侧所预判的一根相对不错的阳线，而且是反包阳线。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右侧来看，当前也是偏向看涨。市场的走势一般出现揉缩线了，我们可以把它的低点影线的低点和影线高点做一个划分。而当市场能够去跌破它的影线低点时，而它前期又是一个先下影再上影，那正常来讲就是左侧判定容易走空，右侧呢你可以等它跌破低点之后再去进行右侧的卖出。那么像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它的揉缩线就是先有上影再有下影，那么左侧是看涨的。好，市场上涨时我们更加要渴望的是它能够去突破揉缩线的高点，如果能突破，整体方向它也是看涨的。不过右侧看涨一般会偏晚，左侧看涨呢会更快一点，甚至在昨天下跌时你都可以去买股票。所以这是一个揉缩线它的一个运用方式，也是昨天呢会员视频当中所讲到的。那么今天呢阿哲也公开为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一个内容。下次遇到揉缩线你也可以这么去观察，这么去看，至少短线上容易出现比较明确的一些方向，看涨和看跌，而两根 K 线一般也只能决定短线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三部分是关于日内的趋势的解析。我们通过日线判定短线看涨，而后变盘点1月13号要注意。那如果通过日内的趋势，在短线上我们更加及时去分辨多空的话，在下周应该更加注意有关15分钟日内趋势哪些重要节点呢？而我们在第三部分所讲到的内容，阿哲需要结合一个指标模板。那么这个模板呢就叫做山海趋势图，也是阿哲呢近期所在更新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就可以找到助教去进行安装。好，接下来第三部分，我们用这个指标来观察一下目前的日内短线走势。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15分钟的纳斯达克指数的图表。那么在图表当中，我们会看到市场是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在这一轮下跌当中，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这一轮下跌它破了这一个飘带，你应该要注意了。它跌破2根还不止跌，是吧？破了第一根，破了第二根，还在继续下跌，你就要特别小心。之前低位所买入的筹码，在这附近应该要开始减仓。好，那股价出现了破飘带，就说明一定会反转吗？并不是的。股价下跌破了飘带，它的下一个目标一般是龙门线，也就是说图中的白色线上。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也有提醒，就这一根均线作为我们破飘带之后下一个寻找买点的地方，因为它容易呢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更大级别的，比如说15分钟以上可能是小时级别的一些低点，就会容易出现在破飘带之后的一波回调。当出现白玉 K 线超跌，在关键支撑位附近再次叠加我们的聚宝 K 线，那么市场出现了突破，那么这里产生止跌后上涨。在上涨时我们要注意比较明显的破位行为之后所产生的上涨，一律呢先当反弹来看待，也就是说它必须得要去收盘创出左边新高，我们才能够认为这个趋势涨势没有问题。所以当下呢，市场虽然有了一个强势的反弹，在前期低位白玉 K 线附近买进的筹码，你确实能够日内出现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获利。所以在日线上我们可以发现，市场虽然是看涨的，
但是从15分钟的走势来说，它并没有说脱离这个反弹。那么我们目前要小心的一点就是，它在左高如果收盘不能过，而在这破飘带，那么这就是一种走弱的迹象。市场想要去维持走强比较难，它可能会走震荡。当然，它这里其实哪怕走那么1、2天的震荡都没有太多关系，关系在于不要破飘带有效。只要不破飘带有效，在这里发生的震荡或者说继续上行，都无法影响下周短线继续看涨的一个美股的一个环境。那唯有一种情况是要再次小心的，就是15分钟再次的破了彩虹带，也就是说破飘带2根 K 线还不止跌，这种行为一旦在前高附近又出现的话，就要特别小心，又是一次减仓点。当下已经跌破飘带的游龙线，进入到飘带之内，那么我们目前要小心它的底下服务线是在23,645.43这个价格附近。如果在下周你发现15分钟出现了跌破1根、跌破2根还无法止跌，继续往下破，那么这种地方你就应该把之前短线买进的开始要减仓，要跑了。而假如你发现在这里它不去有效破位，而是走震荡，那么甚至呢可能在下周第1根15分钟直接仿包我们目前所看的15分钟回踩的这个前带子 K 线、聚宝 K 线，那么一仿包你直接做加仓，做一个创新高加速都没有问题。所以下周的美股想要维持看涨，短线上目前维持看涨，但是15分钟还有一点点的忧虑，我们还是要去跟踪15分钟的走势，不要去破飘带。一旦出现破飘带，就是一次风险，破的第1根开始算，然后第2根、2根要止跌，不止跌就麻烦了。价格破飘带破的第1根第2根要止跌，破的第1根、第2根要止跌，不能够直接破2根然后再跌破。好，那你发现再跌破的话就比较麻烦，就容易真的走弱所以股价一旦出现这个飘带附近开始要往下调了，就千万不要破一破就肯定说明趋势有点问题了。所以15分钟跟踪这个点不要去收盘破。而我们看到30分钟，30分钟的话呢，其实就还好，它之前这里都不算有效破，因为它破了第1根、第2根就在这附近出现止跌了。所以在这附近呢，是构成了一些15分钟5分钟其实都可以作为买进的一个点。目前也是走出了一波上涨，而向上过程当中是吧，这里是压力，所以这里如果继续下跌，它要去触碰飘带的时候，15分钟肯定是先出现了有效的破位。所以15分钟有效破位之后，如果走弱，那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30分钟。30分钟一旦能够有前带子之类的，那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当然，我们首先关注的是15分钟 K 线。因为这2个周期呢比较靠近所以正常来讲，如果你是想要更加灵敏的去发现市场风险的，就是你往15分钟去找这个风险点会更好。然后如果你想要更加保守一点，就不想的去被骗线想要更加求稳一些的，就可以看30分钟识别飘带的破位。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纳斯达克指数我们日内的一些观察点，哪个地方容易有风险，而哪种走势会容易有机会。在市场分析当中，如果用山海趋势图，那么最简单的方案其实就是你关注一下关键点位、关键 K 线，比如说在龙纹线支撑附近有没有出现前带子，或者说在回踩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前带子。如果有，那么市场在突破时我们可以去找机会如果有市场在突破时我们可以去找机会。越关键的支撑位上所出现的前带子效果越好。而如果是飘带附近所出现的前带子呢，那么价格走势它就是以短线来去看机会。在重要的相对中期的一个支撑位上所出现的前带子，那么就以波段来去看待。那么这个山海趋势图它不只是小级别，在日线、周线上也都能够去使用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飘带附近是吧，寻找前带子飘带附近寻找前带子，在飘带附近回调时寻找前带子。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说前带子出现直接买，而是要出现前带子，它意味着这里将会有一个支撑，关键是支撑后能不能反包，要突破前带子 K 线的高点，那么构成一种回调趋势的买点。所以以上呢是对于山海趋势图简单的一个使用技巧，如果您还需要更加详细了解，那么也可以看一下图表当中这一个山海趋势图的一些组成部分，白玉、踏浪、金鼎、聚宝、蓄势、避险、黄带、紫带，那么这是这一个模板当中所组成的各种星号所代表的一些基础含义。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在订阅阿哲之后，您可以去找朱老师去安装这个山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模板，只要是订阅同学都可以呢免费的体验。因为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不管您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只要订阅阿哲，那么您至少能够领取到3重福利。
那么第一重福利就是上海趋势图的一周体验，而后第二重福利是盘前广播，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的一些点位的判定。那么福利3呢，就是一些进阶知识，一些内部的直播课程。那么这3重福利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您点击之后都可以找到朱毅老师去激活去领取这3重福利。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底下的评论区找到朱毅老师的联系方式，阿哲呢放在了置顶评论区当中。那么点击对应链接，可以找到朱毅老师他的一个联系方式，而后跟朱毅老师好好交流，就可以领取这3份福利了。那么对于上海趋势图，大家应该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阿哲讲一下后续的2重福利。第2重福利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阿哲呢会在美股开盘之前写一下有关于指数的看法，以及呢个股，还有一些情绪面、短线上的一些看涨和看跌的一些思路，关键的一些支撑和压力点位。那么像近期我们是不是多次讲到了它的一个仿包看涨买点？又比如说 OKLO 它呢的关键位置可以寻找中期的底部行情，亦或者是亚马逊也是一样的。那么在龙纹线附近呢，寻找趋势的一个反转，或者说是特斯拉短线上出现了超跌反弹的一些买点机会，这些呢在盘前广播我们的个股解析当中其实都有提及，所以希望这一个盘前广播的福利也能够帮助到各位刚订阅阿哲的粉丝同学。那么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每周专属于订阅粉丝同学和财生同学的内部不公开的知识分享课程。我们会通过技术分析的知识点和实际行情的走势去结合去教学，让大家在实战当中提升自身的技术分析水平。我们一般来讲每周呢会有5节课，那么周一呢是公开课，周2、周3、周4、周5是内部课程，不公开分享。所以只有订阅粉丝同学您找到注要之后，才能够领取对应时间的内部直播课程的链接。所以如果您是对技术分析感兴趣的同学，那么除了第1个和第2个福利，第3重福利可能会更好，因为它才是真正的能够教会你捕鱼的一个方式。所以希望这3重福利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也希望您在订阅阿哲之后能够立刻有所收获，立刻能够有所进步。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个股解析。那么第一次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最近呢出现了一个下跌反弹，那么这个下跌反弹是否有一个价值能够去参与呢？其实我们在近期盘点广播当中已经讲过这个地方其实出现了左侧买点。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也讲过，这一轮下跌它容易出现左侧的买入机会？当时所讲到的是一个9次新低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讲到了一个新值的测算，就股价下跌创新低的一个次数，高点呢为0号 K 线，后续只要把0的低点创新低可以标记为1号 K 线，那1的低点再被打破新低呢为2号 K 线，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算出3、4、5、6、7、8、9。那么当时我们说这里已经是8次新低，而价格走势每次创3次新低、6次新低和9次新低时，要关注市场的一个价格反馈。那么到这里出现9次新低了，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很关键了，它容易出现多头的进场，所以9次新低为左侧的一个买入信号。像前期这个地方价格走到了一个高点，那么跌破1次为1次新低，这里是2次、3次、4次，这里是5，这里是6，所以当时这个低点呢是6次新低，然后出现了价格的一个反馈。所以价格走势我们关注369的话，一般来讲这种下跌已经会破坏趋势，所以这一波美股特斯拉的一个上涨，我们只能说先看个反弹。而价格走势呢，只有在回调时是3次新低和6次新低时所出现明显的多方反馈的行情，我们才能够去看市场在新高之上所以当前这里因为9次新低的原因，所以价格呢虽然有多方进场，但我们只能说这一波可能是一个针对市场前面下跌的一个反弹行情，后续呢大概率还是容易出现下跌的，所以目前只能先看一个反弹，而不能说直接就看一个反转，因为它是一个9次新低，已经严重的下跌了。而后呢，我们再看到其他的一个买入的一个策略的制定，比如说当下我如果买了，那么我的止损位应该放在哪里？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目前呢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市场在出现下跌时，它在上海趋势图当中一直出现是蓝色 K 线，也就是说是踏浪 K 线，它代表短线超跌。短线超跌的股票呢，最好是等它消失而后仿包蓝色 K 线，而作为一个右侧买点，这是一个右侧买点。而左侧买点呢，它是一个股价下跌9次新低，同时又是一个九转的产生，9次新低加九转，效果一般会更好。市场走势这个九转 K 线产生时，那么阿在财生频道当中是不是讲过它还是一个 IR K 线？好。
九转九次新低加 IRK 线，所以这根 K 线左侧其实直接就是构成买点。那我们的止损位是哪个地方呢？那么阿哲把它画出来。那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九转的一个止损价。如果用九转下跌时去做多，那么止损呢，我们应该放在 411.84。那么这个价格是在我们在九转收盘时去买进你所去设置的止损。那么价格走势，我的亏损就大体左侧呢是这么多。那么我在盈利上我会看到哪呢？正常应该看到前方九转的一半区间，亦或者是它的一个上方的这个压力线。那么我的空间大概极限或者说比较乐观的话，可以看这么多。相对正常的话，1:1来看，大概是在黄色飘带附近所以这个地方就是2:1，或者说1:1，它的一个盈亏比了。当然这里呢是目测的，应该会比2:1多一点点所以整体来讲还算是可以去做的一笔交易。而当前的价格走势是不是初步构成一个上涨？在不破止损之前，我们往上去看它的一个压力位。首先是市场的游龙线，它的临近压力是 456.46， 而伏五线呢是 464.59。关注这个黄色带反弹时所遇到的滞涨现象，如果有所滞涨，左侧其实应该就做一次高抛。而如果没有滞涨，那么就等待突破，去缺口以及去上方九转的压力线附近去寻找它的一个我们的止盈点。那么这呢就是以一笔反弹来去看待特斯拉我们去做的一笔交易的盈亏比的一个划分止盈点和止损点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而如果市场表现过于强势，比如说上涨它碰标带不滞涨一路上涨它碰到压力线它这个也不滞涨，那么我们其实持有是或者略微高抛整体仓位不动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市场怎么走呢是市场的事情，但是市场在走之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提前的预判性。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下只个股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走势结构从前期龙门线和这个长带因为靠近的原因，我们说过这个地方是一个压缩之后它向上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龙门线一直是往上走。逾越龙门之后，市场的走势呢相对以看涨为主。每次回踩龙门线时，价格走势它的支撑点附近可以寻找一些买入机会，比如说前带子我们的聚宝 K 线，亦或者是呢踏浪 K 线，或者说白玉 K 线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像之前这里是不是一个前带子，而后加上踏浪 K 线，价格走势的突破出现了一波上涨，上涨时出现了回踩，然后再次的反包。那目前是进入到了一个前高附近的范围，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的产生意味着它是一个金顶。那金顶 K 线它有两种处理方案，一种就是右侧你可以以它的低点作为防守位。那正常你把鼠标移动到这个金顶 K 线的时候，那么上方所显示的这个价格就是它的最低点，也就是说 242.24 可以作为这一根 K 线我们金顶之后的一个支撑位。这个地方不破，那么整体来讲我们就维持虽然超买但是依旧看涨。还有一种是偏左侧的，就市场呢可能在黄色带附近有压力的时候，价格反弹，那么进入到金顶 K 线，你看它股价虽然上涨，但是一直有长上影线，是吧？这种呢就是一种左侧你可以高抛的信号。那你说右侧跌破之后再卖也是可以的，但是要铭记一点，就是金顶 K 线一旦产生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不能够随便买股票，就不一定呢它就会100%的跌，但至少你遇到金顶 K 线不要随便买股票，等一波释放风险之后再去买，会比直接买会更好。像前期是吧，这一波加速之前它也有金顶，是吧？你如果是追着去买，那么下跌破位的时候你忍不住卖掉，那么不止割肉，可能还错过，甚至会卖到地板上所以我们在面对这种行情的时候呢，就没有必要在金顶的时候还去进行买股票。你可以减仓，也可以用右侧持股等待回调买入。而我们看下方的一个游龙线是 234.49 这个地方将是一个不错的支撑位，因为我们确认了价格走势是三角形的一个突破反转，所以回调时我们去找买点即可。目前是做止盈高抛，亦或者是持股待涨，这样不做加仓。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呢又出现了一个下跌的破位，所以我们之前说这个地方你没有必要因为一根阳线就去追涨，一根强势的阳线你看到这一根的时候，你确定它可能反转了，可能要涨了但前面这一天的时候你以为是反弹，是吧？反弹之后不敢买，等到出大阳线了你敢买了，市场可能就没行情了。所以正常呢，我们做散户操作的时候就宁愿错过行情，也尽可能不要追一些上涨的加速，因为这种行情之下9成9
你可能会买到的不是一个启动点，而是震荡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反转高点。所以当时才在这里一直说尽可能不要追而是以获利兑现，或者说呢等待启动点去做加仓再买进。目前往下跌又把前面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颈线位给破了，但这个破呢不是有效的。我们说关键的价格，不管是龙门线还是我们的彩虹带它破的时候呢，你要关注2根 K 线，关键价位一旦破，你关注2天或者说2根，那么正常会形成支撑。这个支撑不破而出现快速的反向，说明这是一个诱空行为，是个假破位，市场反而会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机会。反向力度弱，那么可能反弹后续继续破位；反向力度强，那么市场将是砸盘之后的低点启动行情。所以正仓过后直接出现大阳线启动，这肯定是最好的说明它其实很坚定。但是不代表每次都这么走，因为太容易发现了，你大阳不破，这个都多少年的一个战法了，所以有时候市场可能会多踩一下，多深入一下，吓一下你，是吧？前面等大阳不破，等了半天，或者提前买进的人一根阴线砸穿你的正仓的低点，那你就跑了一跑可能反而是低点。所以英伟达的破位有时候不是一个风险，反而可能是机会。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山海趋势图，目前的英伟达呢，它是一个反转态势。因为它走出了突破飘带只要突破飘带，那么它跟跌破是一样的，就跌破飘带，如果跌破之后反抽力度不够，那么就是趋势的反转，而后的飘带就都是压力，不突破呢就都是反弹。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所以对于山海区域图，如果你目前还没有激活的你也可以赶快呢去找朱老师激活，右上角弹窗找助教激活这个山海趋势图，你看一下你的股票目前是反转还是反弹，还是说依旧不能做多。好，那么英伟达当时这一波上涨是突破的第1天、第2天，这个高点是不是一直有压力？但是它至少是有所尝试去突破，收盘还站上1天，只是压力不是有效的过而已。好，那么当前呢，至少还是有这种意愿的，有机会的，因为只要突破之后，有时候哪怕它不够2天它只要回踩不创新低就行，是吧？趋势结构下跌反弹下跌，这种是下跌结构。好，下跌结构怎么反转呢？向上而后2次回踩不创新低，是吧？后续能走新高，这就是 OK 的。所以当下能够破飘带已经是好的了，回调不创新低就行，只要回调不破飘带，那么就有机会走新高。所以当前回调出现了踏浪 K 线，我们说过踏浪 K 线最好的点是哪里呢？就是指飘带上出现踏浪 K 线，像黄飘带下的踏浪 K 线呢，只能说看一个反弹，或者说只能说做一个短线，仓位呢一般是不敢上太多的，但是指飘带上的踏浪 K 线就可以上仓位了。所以英伟达走到这里，虽然是正仓失败了有所破位了，但只要下周出现反包阳线，吃掉这个踏浪 K 线的高点站回游龙线之上，那么这又是一个买点就是我们的买点。好，那么等到那么久，终于出现踏浪 K 线。好，那么这根 K 线它的高点是多少呢？我们看到左上角你激活了山海趋势图之后，你看到左上角写的 186.34， 你就知道了，是这一根踏浪 K 线的高点。好，这个高点收盘价突破，我们去买住，而后看涨。那你防守位也可以用踏浪 K 线的低点，当然如果你能够防守位放大一点，是吧，更容易把握到波段，可以用彩虹带的下沿做防守。这个地方不是买点，突破才是买点，一定要注意了。在山海趋势图当中，所有的信号都以突破和跌破作为买卖，这是比较求稳的左侧，这比较求稳的右侧趋势交易方法。至少你的买点得要右侧，卖点有时候不用右侧也行，是吧？你买点要谨慎突破再看涨不能因为它出现信号你就看涨。好，突破看涨，这种叫买入要谨慎。好，上涨出现了黄色 K 线、金顶 K 线的时候，你知道左侧也可以卖，当然你等待右侧的破位也行，这就是一个抄底和逃顶的一个信号。目前的英伟达它其实也在170天线我们的龙门线附近出现收敛所以它也有机会走出亚马逊的那种启动也是可以去参考，也可以去看待去期待的。但如果没有买点的话，就不要乱买，等待出现就跟你前面正仓的时候去等待一样，耐心等待。那么以上就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第2部分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我们就讲解到这。那么接下来第3部分是我们其他个股的一个解析。阿哲要讲到的第一只标的是谷歌。当前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图表。谷歌呢在前期破位飘带之后产生了
破位的第一天，破位的第二天，那么2天之中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个支撑点？说明这个破位呢是不破坏趋势的，目前出现上涨，那么我们就依旧按上升趋势来去看待。上升趋势的一个特征就是会有新高而不会有新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新高之后一般不去随便的去加仓啊，因为趋势行情一旦新高，特别是对于末期的一些上升趋势，它容易回落，所以价格走势我们就要去确认的是价格的稳定性，它下次回调能不能以飘带为支撑，不再破位。如果在破位，能不能在2根里面止跌？所以当前呢，如果你是之前通过这个蓝色 K 线，我们踏浪 K 线，或者说聚宝 K 线突破买进的，那么当前创新高，你要想的不是一个加仓，而是是否要获利兑现去减仓，后续回落再去加仓。它的一个游龙线是 316.665， 那么以此呢作为一个支撑。对于趋势的一个行情走势，正常突破去买入去加速的，它的一个概率一般会比较低，或者说它的一个仓位很难呢去上太多，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把仓位买到一些偏高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般会去寻找的是上升趋势的回调买入点。回调买入点呢，正常如果是一个上升的波段，就是指示带这种波段，你买进1次2次，就你最多就第一次打止损，正常第2次可能就买到低点了，或者说你更加保守一点，你就每次呢就等它的一个钱袋子，我们的聚宝 K 线出现仿包再去买，这种呢会比较多的是存在于上升趋势比较高概率的买点。价格走势回踩到飘带附近我们不做突破，做回踩，回踩产生仿包然后去看涨，这种买点最多打1次止损，只要上升趋势波段还保持强势，打1次止损，下一次出现再买，正常就能够买到一个不错的点位上。所以我们做这种个股，正常就是回调买，回调买不要去新高买，新高买。而现在也是一样的，新高之后，特别是已经走了那么长时间涨了大半年之后又新高，你还想在这里买去博弈加速，它的一个几率肯定是会越往上推进这个概率会越小。所以当前依旧看飘带附近的支撑点，价格走势最好在这里回踩不破，走仿包阳再去做买进 316.665。 而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一个走势看一眼是黄飘带，至少中短期趋势做多的同学就不太适合找这种股票了。黄飘带如果要反转，必须要走一个动作，就是向上突破。如果股价向上突破突破1根，突破2根，那么你要注意了，它是否有压力当时这个地方呢是又有龙门线的压力，又有突破之后无法确认的这种反转有效，产生了这种下跌，继续新低。好，你就要知道了，在黄色飘带附近这种行情新低呢是很正常的。它目前又突破了第1根，好，下一个交易日我们就可以数第2根。好，第2根2根里面取偏高的，那么形成一个压力，就像这里2根里面取偏高的就是一个压力，它得要后续能够突破回踩飘带转支撑才可以。在此之前往上突破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呢是一些风险点。所以当时在这里出现白玉突破，你到了飘带附近有金顶，其实就可以做一波小波段的一个低吸高抛。而当前突破不能随便做一个买点，哪怕它这里出现了我们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价格走势的一个仿包，或者说价格走势的一个类似于不标准的早晨之星，也是一样的，趋势未改变不管是什么星来了都不抵用，我们必须要看好整体趋势。我们再看到当前的一个股价走势，它的一个飘带游龙线呢 193.432， 然后伏五线呢是 195.516这作为2个价位。因为价格在它们之上，所以以此呢作为弱支撑，如果价格走势后续跌破了就小心这里呢其实还是一种风险点位。所以当下的甲骨文呢有机会构成反转，但是还早，只是突破的第1根而已。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我们再看到 MSTR 你就很明确了，当市场处于一种黄色飘带是吧，它就是一个下跌趋势。下跌趋势当中呢，它可以出现无数种抄底信号是吧，可以有蓄势可以有九转可以有这个我们的踏浪都没问题突破也都没有问题。但你会发现这种信号在中短期向下，在龙门线向下这种股价走势之下，你再有任何的一个买入信号什么下跌九转，为什么很多时候九转下跌有些就能涨，有些不能涨，跟趋势也有很大关系白玉 K 线、钱袋子、聚宝盆是吧？在这种行情趋势之下，任何的买入信号都是假的，我都只能看反弹，反弹的空间都很少，正常就是飘带附近，只有过了飘带才有机会往龙门线去靠。而当下呢，它是一直被死死压制在飘带附近所以股价一直在走新低。
那么当前的 MST 啊就不能作为右侧的首选做多标的，你千万不要随便去买入这种股票的右侧做多，或者直接看它反转，不太现实。那飘带压力当下还有一个压制，它的游龙线是 160.715， 伏5线呢是 166.618。那么这个价格呢，大家看到左上角也是可以的，像龙门线啊，就是 314.183 啊，游龙和伏虎这两根线就是临近的飘带的上下沿啊。如果阿哲有哪只股票没有讲到的，你看一下左上角，基本这个数值也是对的。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微软啊，微软的走势整体是不是也是一个黄色飘带？中途偶尔会有紫色出现，但不代表是上升趋势，因为它的整体价格没有突破两根的压力，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是吧？压力在这一直没有过，价格又跌破飘带。好，价格走势又突破一根啊，突破两根，所以压力点位在这附近，它只要不突破这里呢，最多看个震荡，无法看反转。市场走势哪怕有聚宝 K 线怎么样呢？它只是反弹，不能看反转。那么这里因为有聚宝 K 线啊，所以我们是可以认为多头在这里有所优势，这里作为一个支撑，因为它能突破，所以这里短线是不是有一个买点？好，买了之后，因为有黄带压力，所以这是低吸高抛，股价回踩，这里又回到了支撑点位，被突破的聚宝 K 线区间就作为支撑点啊，像前期这个白玉 K 线，是只要后续能够突破，那么股价回到这个区间聚宝 K 线附近啊，一般还是有支撑的啊，只是它是空方趋势下。你哪怕有支撑，也只能看反弹。所以目前的游龙是在 481.222， 伏5线在 482.529。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博通啊，博通在本周周五呢也走出了还不错的一个上行，但是因为上行的一个构成啊，它是一个黄飘带在上，所以它的压力位在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认为它还可以，因为前面呢有一个聚宝 K 线，而后聚宝 K 线也被破了。破完之后，这里就是个支撑。好，支撑点回踩往上看一下了，聚宝 K 线会不会成为一个压力？如果这个地方的阴线它是一个压力的话，再加上飘带的压力啊，这个地方肯定不能作为一个买点。所以你看到有些时候股票是仿包阳，你想买，但其实它上方有压力，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买。那为什么有些仿包阳线啊，价格走势仿包了，它能够涨一段时间呢？是吧？股价回调之后，有些仿包阳线能够涨一段时间呢？就是它的趋势大体不同，所以有些股价的仿包阳线呢，成功率会比较高啊，有些股票的仿包阳线它的胜率就低啊，就跟整体的趋势有很大关系。当然还有就是市场环境啊，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上方压力，它的伏5线是在 355.512 啊，下沿呢是游龙线 344.728， 目前碰到有点压力，作为空方趋势带啊，这个黄色飘带。当下就只能说最多看个反弹啊，看力度能不能突破，能突破再往下一步去看。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MD 呢还是保持踏浪的走势啊，价格走势是在一个空方趋势下的超跌啊，踏浪 K 线就是短线超跌，之前这里出现了是吧？仿包反弹一波，黄色带为压力，价格这里出现了啊，而且有前带子，价格突破，所以这个地方呢走了一波反弹。然后如果是有前带子加上踏浪的话，这根 K 线只要能被突破走入上涨，所以这里是有机会形成强支撑。踏浪 K 线的突破就可以构成强支撑，而如果它被跌破，那么市场趋势就是极其的弱势，市场还是一个下跌趋势。所以有踏浪 K 线突破之后的前带子在这里走支撑，又有新的踏浪 K 线出现，只要突破，那么我们可以去往后看反弹力度够强啊，突破2根以上啊，我们再去关注。目前是飘带依旧撑不住啊，所以整体偏震荡，多头不强，空方呢有衰竭的行为，因为超跌了。上方的一个压力位我们看到是 213.222 附近，这种股票呢最多做短线仿包的多头，而且只能说看个反弹。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HOD， 那么我们要知道啊，你做个股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一些股票好做，有些股票不好做，所以哪些股票好，哪些股票不好，用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标准就是至少你的龙门线向上，如果你想要更加稳健，那是不是在龙门线附近啊，相对的位置就是所谓的低位。当然你要做强势股就不能找这种股票，要找强势股就找这个飘带附近的，能够止跌的，能够出现前带的啊，离龙门线近了，好处在于它可能是一些中期的底部，但不好的是大概率不是一个强势波段啊，所以当前的 HOD 呢就肯定不是一个强势波段，它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一个下跌，一个调整，目前在龙门线附近
寻找支撑。价格走势也是寻求了一个类似收敛的一个状态，不是很标准，但确实有收窄的一个行为，低点抬高，高点降低。当前走势有170的支撑在临近啊，所以整体中期来讲不算是一个风险的位置。而飘带来看呢，是短线的反弹有压力。当时这里是不是很强势的反弹啊？你以为长下影线啊有一个阳线啊，感觉很强势，但其实上方是一个压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中短线还是反弹，就再怎么强势，只要是黄飘带，就依旧是反弹，反弹收阴就容易回落。那目前回落，它这里是一个小钱袋子，我们说的一个踏浪加聚宝 K 线，好，回踩这里有支撑，不破它，止跌收阳线，可以看一下对于飘带的突破去试探。如果这里没有启动阳线，而是跌破飘带，那么就是要往170去走了。当前的压力位啊，我们看到上方。它的游龙线是 118.134， 目前的压力啊，远一点的话是 121.506。而后下只个股再看到 APP 的一个行情走势下，就是出现了下跌，踏浪 K 线超跌，而后又有钱袋子，我们所说的聚宝 K 线。那么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提醒了一个买点，就是市场踏浪 K 线恢复正常，而后有反包。那么这一天是不是在盘前提醒当中，这里是一个买点？而这个地方收一根阳线，突破了9号 K 线的高点啊，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作为2次的右侧加仓点啊，所以股价目前对于 APP 来讲，你是可以买入2次的。当然，这个买点不一定会直接启动啊，因为正常来讲，九转走出这个形态，它不是一个往上的九转，我们很多时候它可能会走一个这个动作，就是往下再破一下啊，再止跌。所以阿哲在盘前广播所讲的那一个仓位分配啊，有一份仓位就是还要留着去打掉啊7的低点，而后在盘中或者说在收盘，我们去找一个加仓点。整体来讲 ，APP 呢后市能够看涨，但是目前这个低点呢没有破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只买右侧的2笔仓位。好，那么压力一个是游龙线 665.253 啊，一个呢是上方的伏5线是 687.239 啊，整体以飘带的压力先去看待它的一个第一目标。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Circle就是震荡，还在维持震荡，相对呢偏弱。白玉 K 线加聚宝 K 线出现了一波反弹，一直就走震荡。这种震荡行情就形成了一个箱体区间，我们要看一下它究竟是一个下跌的中继，还是趋势的一个反转。反正目前在收集筹码，但多空之间的强弱程度是相对均衡的。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所产生的买卖点，也只能做反弹或短线，是吧？比如说之前的踏浪 K 线出现之后的反包，所以你只能说做一笔比较短的一个价格走势缺口的回补，后续又很容易再回归震荡。那目前的走势呢，又是再回到前面的踏浪 K 线附近支撑又往上啊，但整体来讲，它的机会呢不多，或者说风险性反而比较高一点，所以交易要求比较大，除非你做的是纯短线，做日内啊，否则Circle不太适合我们去在这附近去买入太多筹码。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 超微电脑啊 ，SMCI 的话，它就还是黄飘带。黄飘带走势之下没有转指飘带，它的行情你要直接看反转就比较困难。我们正常最好就是你可以找170附近的小钱袋子啊，聚宝 K 线的突破啊可以。而后你也可以找有效突破了这个飘带啊，突破1根突破2根之后，它的回踩是吧，类似于走目前的英伟达，就英伟达目前就有点类似这种就走势震荡啊，它没有去很强的突破，但是它就是不跌啊，但在这里震啊去进行消化。好，那么而后启动这种行情是不是也可以啊？所以你找钱袋子超跌170附近可以啊，找趋势反转回踩也可以。但目前这里就是离170离我们的龙门线很远了，就是逾越龙门，在龙门之上我们去积极寻找机会，在它之下呢，你最多做一下超跌反弹，是吧？出现钱袋子，出现白玉 K 线，做一波反弹，就是你非要去做可以，但你要知道你最多做一波反弹，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不强势。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注意你的预期要放低所以目前它的一个压力位就还是游龙、伏虎这2个区间。然后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OKLO，OKLO 我们在前期低位出现了踏浪加上聚宝 K 线的时候，是不是反包提醒过它是用超跌反弹的买点？因为它虽然跌破170，但是170是向上的，而且它刚跌破不久，所以这种地方可以搏一下，它是一个中短期的底部行情，就类似于前期这种地方。就有时候它不会很精准，我们要的是它跌破之后快速止跌或者在这里震荡。所以当时这里是一个深一九转
又有一个聚宝 K 线而后呢又有飘带的粘合转指带，这种位置去布局一些中期波段行情胜率会很大，至少你会比较安全，你选的股票不至于是很弱的。好，那目前是不是也是之前踏浪这里突破了，但这一笔交易呢没有成功这个地方它没有这个钱袋子，这里出现踏浪 K 线又有聚宝 K 线，价格仿包突破很强势，这种位置出现的早晨之星你可以看一波反弹，反弹之后一直走金顶，你可以分批减仓左侧高抛，但不要追涨了很多同学呢可能在这一天出现盘前高开时你还在想着追涨，那么阿哲觉得是没有太多必要的，我们没有必要去硬要把握已经错过大部分的行情，就非要在最后一根去买进嘛，没有必要吧。那一买可能就冲高回落，高开低走，直接被套到这里了。如果它真的要往下回调170，你怎么办呢？如果你买的少还好，买的多回到下面你没有什么仓位买了，或者说买的就不多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哪怕行情走势不差他也不赚钱，该买的时候不买涨高了才买高开10几个点你反而敢买低的时候你不敢买。好，这个时候你到时候你在这里买了很多回调的时候你没钱买了，哪怕人家还能再涨到你成本附近让你解套到时候你刚解套行情可能又结束了。所以股价走势目前到了金顶的时候就不要随便去加仓买股票了我们等一下回踩，要么就是缺口支撑走启动，要么就是相对强势回落，而后找170附近去止跌买进。反正金顶的话呢，你首先还是一个黄带的突破反弹我们就依旧金顶就是分批减仓，或者说找右侧跌破减仓都行，但绝对不是买点。下方的龙门线在 85.27 它呢跟游龙虎虎也共振，所以这里是一个强势点，但这一波行情比较强，它不一定会回踩到这附近，所以支撑点呢，首先第一个看金顶 K 线的低点就是这个缺口附近。目前金顶 K 线的低点就是104.03。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它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启动迹象虽然出现了运线上破，但是母线的高点一直不破。价格走势它是一个钱袋子，好，那么聚宝 K 线的高点就是太阳 K 线的高点被突破，但是并没有有效，它很长的上影线回落时呢股价目前就还是一个不太标准的运线，整体还处于震荡，方向不确定，但偏向上，因为它的止线还是有效突破的，是吧？突破止线，回踩止线，目前止跌，而后等反包，这里能够反包，初步继续的看涨，能够站上我们的一个聚宝 K 线之上就更好。所以目前的 PLTR整体来讲还可以，但是我们还需要再多次确认。那么它离这个龙门线也是比较近的，上一次的启动点就是龙门线附近出现回踩，而后急转，再加上这一个聚宝 K 线所以整体呢就还是不错。目前又在这附近有这种情况，所以这里也是可以关注。那么游龙服务线的一个压力位就是 182.147 和 184.249。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in 股价最近也是出现了踏浪 K 线加聚宝 K 线的反包，而后出现一波上涨加速。这种加速行情它只要是黄带就只要是下跌趋势短线加速就小心风险，不要追如果是有金顶就更不用说了更是风险。好，所以目前就依旧是一波加速之后的回落，而且跌破飘带这个地方还是看风险。游龙线在 242.877， 服务线 250.513。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re 位整体的趋势还可以就是它慢慢的走的可以，之前不行现在可以。这里是一个被量阳之后缺口不补，那么容易什么启动行情，在这种位置又出现了一个放量行为，而后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放量行为，所以价格走势呢它在走一个什么动作？筹码的收集。好，筹码收集之后要干嘛？目前来看每次的放量这里都是一个阳线行为，好，所以近期的这种量能以阳量上涨出现为主，而后又是长时间下跌后出现的震荡区间，所以这里阿哲认为往上的概率会比往下更大所以当下我们可以以此为区间去找反包阳线，而后做买入点。那么我们的防守位呢，就可以以这个缺口，就是我们这个波段可以做大一点，就是做这种超跌反弹可以做大一些，就做到哪呢？这个龙门线。那么龙门线的目标是 112.103， 就一笔交易只要盈亏比合适，你有一定的道理所在，逻辑所在，阿哲觉得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所以我的防守位在这里。那么出现的这根大阳线中间呢，我找相对的放量阳线去买进，那么我的成本或者说我的一个亏损比例大概是这个大阳线一半的区间，就是我的亏损的一个比例，补了缺口嘛。好，那么我的一个目标位呢就是龙门线
那很明显，这是一笔对于波段来讲是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盈亏比的。阿泽整体呢用这个眼睛看一眼啊，差不多是吧？1份的亏损，这里大体呢已经有5份的回报了，所以整体5:1的这种风暴比，就觉得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还是可以去参与一下这种波段。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MU 美光，美光的话呢，它就还是保持上涨啊，市场呢哪怕有空方的信号，整体也只能以回调看待，因为它目前的趋势一直没坏，跟谷歌类似啊，就一直没有走坏。之前有一波是走过调整，就跌破有效的时候你要小心，就跌破1根，跌破2根，再往下破，它有可能要是往170天线，也就是我们的龙门线白色线去调了。就只要有效破飘带，它的方向就是要往这一个中期以上去调。好，不然的话呢，它不破飘带，它基本上就维持强势嘛。价格走势在这里出现有效的突破，突破1根，突破2根，回踩不破，这里是不是启动行情？就是它只要一波大的回调不破170，就有可能还要回归到一波强势的紫色带上涨。好，那么目前走势就一直还是破2根就止跌，是吧？破2根就止跌所以当前还是强势趋势，它还没有往170调的意愿。但是你要小心，就是它不代表后续这一波下调就不会往170调。所以每次你回调买了之后，它能够涨，你就让它涨，就持股待涨就行，就不要说涨得偏远于飘带，你还去加仓。特别是回踩时不买突破的时候买突破之后呢，越往高走你越买的多，那最后稍微一跌一调，你又被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尽可能持股待涨，上涨高抛，减仓为主。是吧？每次有小人出现的时候，如果小人被跌破，你就可以去减仓，或者说左侧有小人就减，有小人就减，都可以的。回踩就来加就行了。好，目前的一个游龙线是 302.439 作为支撑。下一只个股是 Meta。Meta 呢是短线出现了看涨信号它出现了连续的调整，有影线出现，而后最后一个长线影线，它是一个聚宝 K 线，而后第二天反包，是吧？所以这个形态短线上可以看涨，但因为它已经走了很长时间的震荡，那么这种震荡的行情之下呢，你要看初步的就只能先看个反弹，但还有戏这种震荡如果走得好，它有可能是一个上涨中继，所以目前是短线能够看涨做买进，然后以这一个聚宝 K 线作为一个防守位，以此作为支撑，价格它要上破回到飘带之上，然后站得住，再往上看170，所以空间是有的，这一笔盈亏也是合适的。那么目前的游龙线是 656.771。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最后一只股票是 RKLB， 这个个股在2次回调买进之后，市场是不是保持回调新高，回调新高？然后它是170附近就是如果不有效跌破飘带，那么整体就沿着我们的彩虹带走，跌破飘带有效就小心了，它可能要往这个170修复乖离，但有时候可能是修复一半有时候可能要修复全部。好，那么当时这里是跌了一半到飘带修复一半乖离，好，回归这个飘带之上走，再一次加速。好，当这里呢又再次的跌破1根，跌破2根，还在往下破注意了，这里可能要往飘带一半或者说全部。好，所以当时这一个修复是修复全部的乖离，只要全部乖离修复之后它在这种龙门线附近没有去跌破，而是产生什么九转蓄势白玉 K 线或者说聚宝 K 线叠加的这种信号再走出紫色带，你哪怕这个地方不敢买，所以你做右侧上穿回踩，在这里买也有行情赚。好，目前就是走一个趋势上行，那么这种趋势指带附近又离170比较近，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机会远大于风险，所以回调买点就行了，但突破不建议买，是吧？还是的，回调买，回调买，回调再买。看一下它的紫色带上沿是 75.487 作为支撑点。那么以上就是1月10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